Hello, my friends！ 不知道大家对金门都有哪些印象呢？是占地遗迹、闽南古厝，还是离厦门很近的小岛？这次的 vlog 会用3天2晚的时间，带大家慢慢解锁金门，体验岛上的美食、风光、交通，还有生活节奏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金门到底有多好玩吧。那么这次也算是十分罕见的搭一个只有1小时的航班。去金门的交通其实比想象中方便，从台湾本岛出发，可以从台北、台中、嘉义、台南或高雄搭乘飞机，航程大约只需要50多分钟。如果从福建出发的话，可以搭乘小三通客轮，从厦门五通码头出发，约30分钟抵达，或者从泉州石井码头出发，大概需要70分钟。不得不又开启了人找人的模式，不过我好像已经看到他们了。欢迎光临！在金门最方便的旅行方式之一，就是骑着机车慢慢探索。我们在金门的第一站是隐藏在金城镇民族路巷弄里的耐心有限公司，它是由传统老宅改造而成的咖啡馆。店里的空间不算大，只有几张桌子，但每个角落都有东西可以看。复古的茶具、灯具，还有各种小摆件和装饰，配上老式的墙面和花砖，随便一个角落都很好拍，很有怀旧杂货店加咖啡馆的感觉。店里也放了不少可以自由翻阅的书籍，所以等待的时候也可以随手挑一本，坐在老宅里慢慢阅读。那么这边因为上菜的速度稍微慢一点，所以等菜的时光就特别适合走走和拍拍。
现在在金门大桥。接下来我们会横跨金门大桥，去到被大家称作小金门的烈屿，它的位置就在大金门和厦门之间。过了这座桥，金门之旅就将切换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我们首先来到的是著名的八达楼子，它兴建于1966年，是一座仿城堡式的建筑。在楼顶上可以看到7位战士的雕像，他们纪念的是1933年在抗战中坚守阵地、最终牺牲的7位官兵，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。因此，也让八达楼子成为了一座很有代表性的战地地标。随后，我们来到了西方老街，打卡这里很有名的嘉年华冰果室。它的前身其实是老板的爷爷奶奶经营的理发厅兼杂货店，所以能感受到一种十分复古的氛围。应该是吃了为了你再穿外套，这么夸张的吗？可以。对啊。接着，我们来到了位于烈屿西南端的沙溪堡。在这里能看到战地氛围和自然风光并存的独特画面，而在天气好的时候，还能从观景区远远眺望厦门市区。对，我出来发现多了一个人。这个我放自己的，我自己想。他不会啊。哎呦，会痛。他不会。会了，我已经说了。哎，小心头，小心头部。我有弯下腰。通道是金门的那个特色之一，金门的通道非常多。哪里啊？还没到吧？海阔天空。那么其实我因为疫情之后就一直没有回过大陆，所以这次来到金门也算是我这几年离大陆最近的一次。
就是四处沾花惹草。没有猫人哎，每次都这样。那么一路上我们也发现金门的土壤全都是红色的，这是因为土壤中含有很多的氧化铁和氧化铝的成分。秋名山车队出发！接着我们来到了双口海滨公园。双口海岸距离厦门大约只有6公里，是金门这边最靠近厦门的海滩。站在海边就能直接望见对岸的厦门，感觉两边的距离一下子就变得很近。而在过去，这里也是双口的村民搭船往返厦门的渡口。随着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我们也将驾驶机车返回金门本岛。而作为晚餐，我们会继续打卡当地特色的传统小吃。餐后，一同来看看夜晚的金门吧。后埔老街上的存德中药房是从清朝道光年间经营至今，拥有近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店。店里保留了祖传的药柜，售卖传统中药材和现磨的香料。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清金门镇总兵署，是清代金门的军事与行政中心，如今仍保留着传统衙门的格局，供大家来参观。金门盛产品质优秀的花生，衍生出的贡糖变成了经典的伴手礼。拿机票换的哦。随后，我们又逛了逛夜晚的商店街，途中还经过了100年传承的金永利钢刀，它将昔日遗留下来的炮弹钢材重新锻造成生活用具，是很有代表性的传统工艺。入住民宿前，我们又再次回到海边散步，欣赏夜晚亮灯的金门大桥。今晚我们入住了一座由老宅改造的私宅民宿。这座闽南古厝修建于20世纪初，格局又窄又深，前落和后落的中间用木闸门隔开，所以可以同时入住2组客人。住在后落的客人拥有后落阁楼、后落院大厅和后落用天井。我们这次有幸享用了前后2个区域，完整的探索了整栋老宅。后
后落院的大厅有许多旧家具和各种生活器皿，整个空间很有年代感。不但可以泡茶、喝咖啡，房主也准备了许多书籍和 CD， 藏书以台湾文学类为主，音乐则收藏了台语、原民语和粤语作品。沿着木梯往上，就是后落的小阁楼，它就像是一个藏在老宅里的秘密房间。来到前落，在这里也能感受到怀旧的氛围，很有在金门老宅生活的感觉。房间内收藏了诗集和西方古典乐，可以在这里慢慢欣赏。那么一觉之后，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金门风光，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下期的内容吧。